儿子只是在他身上撒了泡尿，不料下一秒尾龙骨上就长了10公分绒毛。细看之下，发现胡子也长了不少，牙齿感觉也变尖锐了。起初女人并不在意这些变化，直至这件事情的发生，她开始发觉自己在慢慢变成一只狗。这天带儿子在公园玩，突然有几只狗狗围了上来，狗狗似乎很亲她，仿佛就是同类一样。一瞬间，丽莎感觉很久没这么开心了，拉起儿子便上前追逐狗狗，追累了就躺在草坪上休息。从特写的细节中能看出，丽莎的侧脸上也长了一些绒毛，她似乎在慢慢的变成一只狗。这天她本想着带儿子玩油画，没曾想儿子一下子释放了天性，颜料摸得全身都是，而且没在画纸上作画，还搞得整个厨房五彩缤纷。玩腻了便冲回到房里，丽莎想追上去，却一不小心滑倒，瞬间她感觉到尾龙骨很痛，照镜子一看，原来长绒毛的地方竟长出了一个大包。她也没有多想，直接拿针加热消毒，然后戳破肿包。而让她意想不到的是，竟在里面抽出一条长达30公分的绒毛。不仅如此，她还发现嗅觉变得无比灵敏，能在普普通通的一块奶酪中闻出8种香料。丽莎这才意识到自己是不是正在变成一只狗狗，就像当年她的母亲那样。在她还是小孩的时候，有一天半夜看到母亲走出草坪，一边咆哮着一边歪歪扭扭地走着，最终变成野兽的姿态奔跑，消失在黑夜中。这天深夜，她听闻屋外传来阵阵狗叫，走出房门看到公园里的那几只狗过来了。丽莎瞬间觉得很开心，问狗狗们是不是来找她玩，但很快她便发现事情不太对劲。她以为这只是一场梦，还笑着跟儿子调侃自己做了个噩梦，却不料下一秒儿子便拎着一只死老鼠走进来。她连忙冲上去，转眼却看见门口放了一堆小动物。这一刻她才明白，昨晚发生的并不是梦，这些小动物都是她跟狗狗们一起捕回来的。丽莎本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，也是一家画廊的老板，但自从有了孩子之后，她便放弃了工作，专心带娃，而家里的收入则由丈夫负责。有一点不好的是，丈夫经常出差，1个月只有几天在家，这个家大部分时间只有丽莎跟儿子。长期下来，她的身材开始走样，她越是想当好母亲这个角色，就越是感觉心中的火焰正在被扑灭，眼神空洞，看不到光。带儿子参加活动时，她发现其他母亲也是如此，尽管将笑容奉献给了孩子，但转过身去总能看到他们的疲惫和无助。至于她的丈夫，虽说每个月有那么几天在家，嘴上说着帮忙照顾孩子，但一到干活的时候就会让丽莎帮忙拿这个拿那个，给孩子洗个澡要叫他800遍，丽莎根本抽不出1秒钟休息，气得直接发出犬般的低吼声。走进去一看，原来丈夫在玩手机，丢儿子在浴缸里泡着，气得她直接将浴巾甩丈夫脸上。可以说丈夫根本没尽到照顾孩子的责任，而丽莎就像一朵原本绽放的花朵，一点点的凋零，将生命浇灌在了儿子身上。直至她逐渐察觉自己变成了一条狗狗，才感觉到生命重获自由，仿佛某种基因正在体内逐渐苏醒。为了弄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她来到图书馆问管理员有没有关于女人变成动物的书，最好是科学一点的那种。这番抽象发言把管理员都搞懵了，只好给他找了名为《神话民族志》的书，这是管理员能想到最科学解释魔法女性的书了。书中提到秘鲁生存着一种神奇女性，她们会在生娃之后建造巨大巢穴，然后逐渐变成一只大鸟度过余生。丽莎看着看着一时带入进去，仿佛自己就是树上的鸟，可以在空中自由飞翔，转眼间却被儿子喊醒。Oh my God。这天起，丽莎开始逐渐理解女性为何会变成动物。在外面用餐时，餐具断了，便直接用手抓饭吃。这番举止对孩子来讲本身没什么问题，毕竟小孩子都是用手抓食物。但对于丽莎来讲，未免有些失态。她像被释放天性一般，一边大口啃食，一边发出犬叫声，像极了一条狗狗。可旁人异样的眼光让她很快清醒过来，连忙擦干脸上的残渣。此时管理员刚好路过帮忙解围，他说我以前照顾孩子也这样，跟孩子一起玩狗狗吃饭的游戏，孩子都很喜欢这种玩法。一下子丽莎感觉放松了不少，似乎找到了知音。她忙问道，你的儿子是怎样的？你是如何平衡生活和工作的？可此时管理员已经走远，没人能告诉她答案。下午丈夫出差回来了，她总算有时间好好洗个澡，却猛然发现身体上长了几个点点，就跟猫猫狗狗一样，整整齐齐2排点点。不过她并不在意身体的变化，只想趁着有丈夫带孩子好好洗个澡，却没曾想丈夫又跑过来说，家里没有牛奶了，你今天去超市都不知道买牛奶吗？你这个家庭主妇怎么当的？这一刻丽莎再也绷不住了，直接破口大骂，我已经4天没洗澡了，你却跑来指责我没买牛奶，没了你不知道带儿子去买吗？这晚她来姨妈不太舒服，儿子却胡闹不肯睡觉，她想叫丈夫回去帮忙，却看到丈夫在专心打游戏。这一刻她恨不得撕了丈夫。Sit down。这晚丽莎再次阅读起那本书，
窗外却又传来狗狗的叫唤声，而这一次它不再像以前那样迷迷糊糊，而是切身感觉自己就是一条狗，趴在地上尽情嗅着青草和土壤的味道，接着便是刨地挖坑。I know nothing but the night air. I have one thought. I am an animal. 它彻彻底底变成了一只狗狗，自由地在街上奔跑，身上的天性一下释放出来，还捕了一只野兔回来埋在了坑里。完成这一切之后又变回原样，回家将身上的泥土洗干净。很快又到了丈夫出差的日子，以前她会盼着丈夫回来，但这一次丈夫走了反而觉得很轻松，不会有那个家伙添乱。更重要的是她找到了和儿子愉快相处的方法，就是一起玩当狗狗的游戏，在草丛里爬行，在狗碗里吃饭，甚至搬来狗窝给儿子。还真别说，这种小床还挺有安全感的，再加上一只狗狗玩偶，根本就不需要哄，儿子一下子就睡着了。这一晚没有儿子在身边胡闹，他终于能睡个安稳觉。至此他终于找到了适合带娃的方式，整个人变得精神爽朗了起来。活动过后跟其他妈妈交流也多了，丽莎表达了自己对母亲的看法。自从当了妈妈之后，身体发生很多变化，感觉自己越来越像一只动物，没想到其他妈妈也有共鸣。 Do you ever feel like the big secret is that we are gods? What? We fucking create life. We make life. We are so powerful. I bet men are terrified of us. I mean, look at you. You are this miraculous goddess growing bones as we speak. I am pretty powerful. Oh, Wow. yeah. 虽然解决了带娃方面的困惑，但丽莎始终放不下艺术家的身份。趁着这天丈夫在家带娃，她参加了同学聚会，在座各位都是有成就的艺术家，也有生了娃依旧工作的女同学。但是这位女同学庆幸有一位帮忙分担家务的老公，听得丽莎内心可不是滋味了。再加上其他人都还在职场上，她抛出的话题总是没人理会，而且还不小心点了一份沙拉，干巴的羽衣甘蓝噎喉咙。身为狗狗的她并不喜欢吃草，内心的层层委屈一下子涌上心头，一时控制不住暴露本性。抢过隔壁桌的汉堡啃了几口，接着便冲出餐厅，幻化成狗狗在街上奔跑。自这天起，他每晚都会显露原形，只为到外面放飞自我，找回自由。直至这天，他终于闯祸了，在跟其他狗狗捕猎的时候，恰好看到自家小猫。丽莎从床上惊醒，猛然回想起自己是不是闯祸了，推开房门一看，果然家里的猫被咬死了。这可是丈夫的宠物猫，她开始反思这种放肆的解压方式是不是不对，迟早会闯出更大的祸。丈夫得知猫咪的事后很生气，质问丽莎为何不第一时间通知她，她可以回家帮忙。这句话点燃了丽莎的怒火，你回家帮什么忙？你哪次回家不是添乱的？当初我说放弃当艺术家，你想都没想就说支持我。 That's what you said you wanted. No, you were so quick. Like there's no protestations from you. And it... 丽莎说，因为这样你就能得到所有的好处，在外面工作的成就感你有了，家里我给你照顾得好好的，而我呢，我牺牲了所有，没有报酬也没有假期，甚至还要照顾你那该死的猫，有丈夫跟没丈夫一个样，你甚至没问过我累不累。一通争吵下来，丈夫只是轻描淡写说了句 I don't know what to say. I 接下来便是丈夫的反击，说自己从未想过当初那个漂亮姑娘娶回来后会变成这般模样，每次回家不知道问我工作辛不辛苦，只知道诉苦带娃有多辛苦。曾经那个可爱开朗的姑娘去哪了？ What happened to my wife? She died in childbirth. 影片至此，丽莎终于体会到母亲当年的感受。母亲本是能成为大歌星的好苗子，却因为有了她不得不留在乡下，只有在教堂唱歌时才能找回一点自我。这一刻，她幻想自己变成了狗狗，冲到草坪里躺在母亲身上。其实变成狗狗都是她的幻想，只不过是太想找回自己罢了。如果母亲还在的话，她想问问母亲，到底该如何平衡养育和工作。这一刻，她终于想起当年母亲对自己说的：妈妈只是需要一些空间，去林中散散心，妈妈不会离开的，总会回到你身边，永远都是你的妈妈。冷静过后，丽莎跟丈夫提出离婚，她需要空间，需要回归职场。丈夫最后问她是否后悔过生娃，丽莎摇摇头说，只是找不到平衡养育和工作的方法。不久后，丈夫搬出去住，不上班时会接走孩子几天。丽莎总算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，重新拾起画笔作画、跑步锻炼身体，偶尔请好友谈谈心。甚者沟通过后发现，原来其他妈妈也有过同样的行为，有人弄死了金鱼，有人弄死了鹦鹉。似乎大家学习当母亲的过程中都经历了同样的困扰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丽莎的身材也恢复了不少。当她觉得不再需要那本书时，
回到图书馆还书。奇怪的是，管理员说这本书不是图书馆的，但管理员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。他说现在在你眼里看到光了，你经历了痛苦和牺牲，如今放弃了一些纽带，终于找回了自我，为你感到骄傲。至于丈夫这边则恰恰相反，他终于切身感受到丽莎的痛苦。孩子将面条打翻在地，搞得家里一团糟，手忙脚乱之时，他也有了幻觉。将孩子送回来时，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Really hard, I'm not gonna lie. 庆幸的是，男主并不是不负责任的人，他只是不知道原来家庭主妇这么难，也承诺会学着如何照顾好孩子。丽莎只要一有空便专心创作。一段日子后，她重新开了艺术展，主题是母亲。作品里展现了朋友们说过的经历，绝望的母亲们和被弄死的小动物，还有森林里不同的母性小动物。妈妈们特别感谢丽莎能将他们的苦以一种艺术形态展现出来，还得到老同学们的高度认可。众多参观者中，丽莎最在乎的是管理员，她没料到管理员会过来。You did it. They called and you answered. 似乎这个管理员不是真实存在的，一切都是丽莎潜意识中的自我救赎，引领着她重新找回自我。而全场唯独没有感到高兴的只有丈夫。这些作品深深触动了她。展览过后，她向丽莎道歉，她一直没意识到原来待在家里这么辛苦，直至看到这些作品之后才明白，之前忽略丽莎实在太多。至此，两人的内心终于同频。由于他们还爱着彼此，最终又走到了一起，并且找到了平衡家庭和工作的方法，共同抚养孩子，经营好家庭。其实这几年讨论母亲身份的电影不少，但这一部用了新奇的方式，引用狗的变换象征女性的愤怒、本能和自由，在虚与实之间展现内心和现实的矛盾。虽然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，却能让人深切感受母亲的不易。喜欢的小伙伴不妨看看原片。